看过《甄嬛传》的都知道，刚入宫时的甄嬛不谙世事，一心只想远离后宫的纷争。但是在甄嬛成长起来后，便开始了她的反击之路，把之前受过的伤害全都返还回去。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唠一唠甄嬛翻过的那些旧账。甄嬛陪纯常在假山旁放风筝时，偶遇了曹琴墨。这时的甄嬛看出了曹琴墨的扭曲，便明白了曹琴墨有话单独对自己讲。于是他们两个都示意自己的随从们退下。紧接着曹琴墨对甄嬛说：妹妹自怀胎以来似乎格外小心，现在倒放心把人给撇开了呢。其实曹琴墨的这句话不只是客套话，因为他们俩都心知肚明，自己和对方是站在对立面的。而如今甄嬛却易如反常，放心与曹琴墨单独待在一起，这也让曹琴墨心中感到些许的惶恐，所以他才会表现得那么不自然。然后甄嬛说道：姐姐真是说笑了，我与姐姐在一起，我要是有什么闪失，那自然是姐姐的不是了。姐姐当然会全力照顾妹妹的，何况这里也不会有人来推我一把。很明显，这是甄嬛在阴阳怪气曹琴墨，意思就是如果甄嬛在此时发生意外，只有可能是曹琴墨的手笔。毕竟当天只有曹琴墨与自己单独待过，而甄嬛提的那一句推我一把，就是甄嬛在向曹琴墨翻旧账了。众所周知，安小鸟在利用猫咪陷害富察贵人小产时，曹琴墨在后背悄悄推了一把甄嬛，他不仅害得甄嬛被猫咪抓伤，还成功把富察贵人的仇恨转嫁到了甄嬛身上，这让甄嬛怎么能不恨呢？一旁的曹琴墨脸色变得异常拘谨，并说道：妹妹可真会说笑啊，谁会来推妹妹一把呢？只怕是连伸一下手指头都不敢吧。显而易见，曹琴墨这是心虚了，所以他才赶紧与此事撇清关系。然后甄嬛装模作样地询问曹琴墨，温宜公主的身体可还好？在曹琴墨客套地回复了几句后，甄嬛说道：是啊，只要不再遇上弄错木薯粉之类的事儿，公主千金之体必然无恙。我们都知道曹琴墨联合华妃将温宜误食木薯粉的责任推到了甄嬛身上，甄嬛差点因此被禁足，好在端妃及时到场解救了她。这两件事儿也在甄嬛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甄嬛挑唆曹琴墨背叛华妃，而曹琴墨的背叛正是大胖菊毒死他的主要原因。在华妃倒台被关禁闭后，甄嬛同样利用旧账狠狠地诛了一把华妃的心。我们都知道甄嬛去会见华妃最后一面就是想要把她给逼死，而且甄嬛也明白华妃心中最在乎的便是大胖菊对她的爱，所以甄嬛想要报复华妃最好的方式就是质疑大胖菊对华妃不是真心相待。或许有吧，可即使有，你和年羹尧跋扈多年，这点真心恐怕也耗得一点都不剩了。众所周知，年羹尧功高盖主且不可一世，是大胖菊对华妃动手的根本原因。而且虽然大胖菊降了华妃的位分，但是他看在旧情的份上，已经做好了把华妃好好养在宫中的准备。可是华妃依旧不懂得收敛，对甄嬛步步紧逼，最终逼得甄嬛必须要华妃死。随后华妃告诉甄嬛，大胖菊曾经只喜欢自己一个人，她还为大胖菊怀了一个儿子，只不过被端妃一碗安胎药给送走了。紧接着甄嬛对华妃说：你的孩子没了，就要拿我的孩子来陪葬吗？他在我肚子里才4个月大，你竟然要置他于死地！可见甄嬛还是对华妃害死了自己的孩子而耿耿于怀。我们都知道，当初是华妃逼迫甄嬛在烈日下罚跪，才导致了甄嬛的小产，杀子之仇不共戴天，所以甄嬛才会如此的容不下华妃。不过华妃却驳斥道：我没有要杀你的孩子，是你自己不中用，才跪了半个时辰就会小产，你自己保不住自己的孩子，何苦要来怪我？我们都知道华妃的处事方式一向高调，如果她真的有意要伤害甄嬛的孩子，她不会不承认的。然后甄嬛继续说道：就算你不是有心的，可若不是你宫里的欢宜香，我又怎么会身子虚弱，才跪了半个时辰我就小产？我们都知道甄嬛第一次流产后，温太医就在她的体内发现了麝香，并知道了华妃宫中欢宜香的秘密。这件事也彻底击垮了华妃心中最后一道防线。然后甄嬛趁华妃还没反应过来，继续补充：你知道为什么你小产之后就没有再怀上孩子吗？
你知不知道那浣衣香里面有大量的麝香？你用了这么多年，当然不会再有孩子。本来甄嬛是可以把这件陈年往事埋藏在心里的，但现在这个关头说出来，就是不想华妃好过。一旁的华妃也是一个踉跄，差点没站稳，可见她对此事的震惊。紧接着甄嬛说：“若不是皇上的旨意，不可能，怎会没有太医告诉你你体内有麝香？且不说你多年不孕，就连你当年小产，也都是皇上的旨意。端妃那碗安胎药，只不过是替皇上担了虚名而已。你灌了端妃再多的红花，也换不回你的孩子。”正所谓旧账一翻，地覆天翻。华妃也是因为听到这句话后才感到生无可恋，最后便一头撞死了。最后在安小鸟想要利用本就保不住的孩子陷害甄嬛的事情被曝光后，大胖菊便派苏培盛去请安小鸟过来当面对质。这时的安小鸟也是知道自己已经命不久矣，于是他感叹道：“这样好的阳光，以后再也看不到了。”大概他也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反而是一身轻松吧。随后安小鸟就和大胖菊把自己做过的坏事一一说了个遍。事后甄嬛应安小鸟的邀请来到了延禧宫，然后甄嬛对安小鸟说：“妹妹容颜依旧，只是心不似从前单纯了。”甄嬛这是在说安小鸟做过太多的坏事，早已不是从前的自己。而甄嬛所指的坏事就是安小鸟不仅利用舒痕胶杀死了甄嬛的孩子，还故意让甄嬛的父亲在监牢中感染了10疫，并且也是因为安小鸟的言语相激，才间接害死了梅姐姐。紧接着甄嬛继续说道：“你回头自己想一想，你害过多少人？”甄嬛的这句话也是表明他根本不屑于记恨安小鸟，并且还让本就心灰意冷的安小鸟感到更加万念俱灰。最终安小鸟孤零零地死在了延禧宫内。综上我们可知，甄嬛很喜欢旧事重提，而且她每一次都能利用这些旧账给自己的对手送上致命一击。